佛陀成道后回家，亲人团聚，佛陀吃过午饭，跟大家诉说了他这些年修行的经历。大家还没有尽兴，佛陀便和大家告辞，回到了尼居绿园他的僧团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源。这期视频后面内容非常精彩。佛陀为了感谢妻子耶输陀罗，同时也想帮助他解除他的心结，非常巧妙地讲了一个佛陀与耶输陀罗过去生生世世的故事，让耶输陀罗一下子感到无比的释怀。悉达多回归的消息很快便传遍整个迦毗罗卫国，而每天上午在城里缓不起食的比丘更给居民确定了这个消息。很多家庭对于供养比丘和听他们说法都显现得非常热烈。净饭王昭告人民，命他们在街道上布置旗帜和鲜花，以欢迎佛陀和比丘到王宫受供。他同时立刻安排在尼居绿园建造几间小房子，给佛陀和他的大弟子居住。很多人都前来尼居绿园与佛陀和比丘会面，他们都被这位前太子在街头乞食所感动。佛陀回乡已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。乔达弥活耶输陀罗本想前去探望佛陀，但因为忙于筹备公僧之宴，所以未能成行。大王准备邀请数千宾客，包括全部政府要员和所有在城中任职的政治、文化以及宗教团体的人士。他又下令全部的公菜都要是素食。南陀太子是唯一找到时间去探望佛陀的人，他听佛陀为他解说醒觉之道，他很关心和仰慕他的兄长，也觉得自己对比丘的平静生活十分向往。他甚至询问佛陀他是否适合做一个好的比丘，但佛陀只是微笑。他知道南陀虽然是个有高尚情操和善良心地的青年，但他并没有足够强烈的意义感和责任感。和佛陀一起的时候，南陀就会很想出家，但当他回到宫中时，他所见所想的便只会是他美丽动人的未婚妻卡拉诺利。有时南陀自己也很想知道佛陀对他的不羁会有怎样的看法。公僧的宴会终于来临了，全城包括王宫在内都布满鲜花彩旗来欢迎佛陀和他的僧团。城里的居民都为欢迎这个民族英雄的回归而忙个不停。乐师在群众排列两旁的街道上演奏着美妙的音乐，每人都极力争取一睹佛陀风采的机会。乔达弥活耶输陀罗亲自迎迓所有大王邀请的宾客，瞿仪更遵照王后的意思，穿上高雅的纱丽，戴上首饰，以示尊重这次的盛宴。佛陀和比丘踏着他们缓和的步伐，当他们经过时，很多人都合掌鞠躬礼敬，父母都让小孩骑在背上，好使他们可以看到比丘。人群中不时传出拍掌和欢呼声。在这热闹的气氛中，比丘们继续专注地随着他们的呼吸步行。净饭王在王宫的门外迎接佛陀和比丘，他引领他们进入内院。虽然这个年轻僧人曾经是太子，有些人仍不明白为何他们要对他如此礼重，但所有的宾客都依然以大王为榜样，合掌向佛陀深深鞠躬。佛陀和比丘们都入座后，大王便命侍从把食物献上，他亲自奉侍佛陀。耶输陀罗和乔达弥则指挥仆人侍奉其他的宾客，包括了婆罗门、苦行者和隐士。依照佛陀和比丘的习惯，每人都默默地吃。饭食完毕，当所有的钵都拿去洗净而复还，大王便合着双掌站起来，他礼请佛陀对在座的人开示法要。佛陀先静下来一会儿，以感觉一下在座的众宾客。他知道他们对他离开7年的经历感兴趣，于是他便首先把它简述一遍，之后他便宣说无常、无我和缘起法。他告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修习专注和觉察，使自己可以深入体会一切事物，这样痛苦才得以终止，而他们才会得到平和与喜悦。他又说拜祭供奉和诵经并不是解脱的有效方法。佛陀说教四圣谛，痛苦的存在、痛苦的原因、痛苦的消灭和导致痛苦消灭之道。他深说，除了生、老、病、死之苦，很多其他的痛苦都是自创的。由于无明与妄见，人所说所做的往往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。嗔恚、
愤怒、多疑、嫉妒和气恼都会产生痛苦，这全部都是由于缺乏觉察。你们自创的苦恼就像一间火宅，把你们困在那里，不能自拔。向神祷告是帮不了你们重获自由的，你们必须看清楚你们的内心和外境，以能拔除所有的妄见，因妄见才是痛苦的根源。找到了痛苦的根源，才能明白痛苦是什么。一旦明白了痛苦是什么，你才可以不为它所缠缚。有人对你发怒，你当然也可以对他发怒，但这只会增加痛苦。如果你实行觉察之道，你便不会以发怒做反应，你会把心平定下来，去寻求那人对你发怒的原因。经深切的察思，你一定可以找到那人恼怒的因由。假如你所发现的是与你自己的错误行为有关，你一定会愿意承担令他恼怒的责任。如果你发觉自己没错，你便应该尝试找出他对你误会的原因，这样你才可以帮助他去明白你真正的本怀，而避免再令大家增加痛苦。王上和所有贵宾，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因深切的了解而排除。在觉察之道上，我们以细观呼吸来保持专注，我们以手持境界来建立定力和达到了悟。戒律是导致平和快乐的生活原则，持戒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集中，因而使我们在生活上可做到更加察觉和专注。专念能栽培出我们照亮自心和外境真性的能力，有了这种能力，我们才会真正了解一切事物，有了理解，我们才可以去爱。当我们了解一切，所有痛苦也就可以消解。真正解脱之道其实就是了解之道，了解就是慧。这种了解只可以从深入洞察一切事物的真性而得，戒、定、慧就是导致解脱之道。佛陀稍停一会儿，然后微笑，他再继续说，但痛苦只不过是生命的一方面，生命的另一面是美妙的一面。我们一旦看到这一面，幸福、平和与喜悦便唾手可得。当我们的心摆脱了缠缚，我们便可以直接与生命的神奇美好接触，真正掌握到无常、无我和缘起法的真谛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心怀是何等奇妙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，紫竹的枝叶、金黄的菊花、清澈的泉水和皎洁的月亮都是如何美妙神奇。因为我们一直被困在自己的痛苦之中，我们便失去了对生命美好一面的感觉。当我们破了无明，那无限平和、喜悦、解放甚至涅槃的境界便会显现。涅槃就是去除贪、嗔、痴，它是平和、喜悦和自由的出现。各位来宾，找点时间去希望一缕清泉或一线晨光，你可惊艳到平和、喜悦和自由吗？如果你仍是被困于忧恼哀伤的牢狱之中，你便不可能惊艳到宇宙的奥妙美好，包括你自己的呼吸和身心。我所发现的消除忧悲苦恼之道，是需要去深深体会这些痛苦的真性。我曾与很多其他的人分享此道，而他们也都可以替自己成功地找到此道。每人都深深被佛陀的开示所感动，大王、王后或耶稣陀罗的心都充满快乐。他们都希望再多学些关于怎样洞察一切事物的真性，以求得到解脱和开悟。法会之后，大王陪同佛陀和比丘到门外，宾客都一致恭贺大王有一个有这样成就的儿子。尼居绿园很快便被改建成为一所寺院，那里的溪谷无花果树正好做因乘凉，很多新的比丘被剃度，又有很多在家人，包括一些释家族的，都受持了5戒。在王后和罗侯罗的陪同下，耶稣陀罗常到尼居绿园探访佛陀，他听佛陀说法，又私底下请教佛陀有关修行与扶弱助贫的关系。佛陀教他怎样修习关系和禅定，以达至心里的平和喜悦。他也明白到，如果没有平和喜悦，是很难真正帮助别人的。他学会了要用深切的了解去增加自己的爱心，他又很高兴发觉自己可以在帮助别人的同时锻炼自己的觉察力。平和喜悦是可以在工作之中获得的，途径与目的其实并不是两回事。至于乔达弥王后，她也在修行上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耶稣陀罗王妃在宫中宴请佛陀、加入荼离、那仙沙摩罗和王后共餐之后，
他邀请他们一起前往他时常扶助贫童的小村庄，罗侯罗也与他们一起去。耶输陀罗带他们到那棵佛陀孩提时初次在下面尝试静坐的阎浮树。佛陀慨叹时光飞逝，27年前的事仿如昨天发生一般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树已长得很大了。耶输陀罗招来了一大群儿童到树下，他告诉佛陀，他从前在这里认识的儿童已经全部成家立业，有了他们自己的儿女。这时围在树下的儿童年龄由7岁至12岁。佛陀来到时，他们都立刻停止玩耍，分站在两旁，让佛陀从他们中间行过。耶输陀罗曾教他们怎样对佛陀合掌作礼。他们放了一张竹凳在树下给佛陀坐，又铺了一张毡在地上给乔达弥。耶输陀罗和其他2位比丘坐在上面，佛陀很高兴坐在那儿，这令他想起在优楼频罗和村童一起的时候，他告诉儿童关于牧童富西底和给他乳汁的女孩善生。他提及要以深切了解事物来培养爱心，又告诉他们他怎样救了堂弟射杀的天鹅。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听着。佛陀招手叫罗侯罗坐到他的跟前，接着他告诉他们一个过去式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一个叫弥迦的青年住在喜马拉雅山脚，他为人勤奋善良，虽然身无分文，他却依然出发入城，希望有机会读书。他只带了手杖、帽子、水壶、一件外衣和身上穿着的衣服启程。沿路上，他在农村里替人家工作，以赚取工钱或饭食。他来到都城提婆波地的时候，已储起了500枚铜钱。他入城的时候，发觉城里似乎正在筹备着什么庆典，于是他便向路人问明究竟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手里持着一束半开莲花的美丽少女从他身旁走过。弥迦向他询问，请问今天有何庆典？那少女答道，你一定不是提婆波地的人，否则你一定知道今天是开悟了的大师燃灯佛莅临之日。据说他如火炬般替众生燃亮着大道。他是迦摩陀大王之子，他曾出家寻求真理，现在已得到归来。因他的大道光明耀世，所以这里的人便大肆庆祝，以表示对他的尊崇。听到有开悟的大师前来，弥迦感到欢喜不已。他很希望给大师一些供奉，并请求贝纳为徒。他问那女子，你买这些莲花要多少钱？他望着弥迦，觉得他是一个挺聪明细心的青年。他答道，我只买了5朵，其他2朵是从我家的池塘采的。弥迦再问，那你付了多少钱买5朵？500铜钱。弥迦想给他500铜钱，买下他的5朵莲花，作为给燃灯佛的供养。但那女子不肯，她说，我买这些花是希望自己做此供养，我没打算把它转卖给别人。弥迦希望游说他，但你还可以拿池塘摘来的2朵做工啊，我求你让我买那5朵吧。我很希望有一点东西献给大师，这是一生难遇的机会。如果你肯让我买你的花，我一定永生感谢。那女子只望着地上，没有作答。弥迦再恳求她，你让我买那些花的话，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。那女子有点窘，她等了很久，才望上来说，我不知道我们前生曾有什么因缘，但我遇到你的一刻，已经爱上了你。我虽然见过不少男子，但心里从未像现在这样荡漾。我可以给你这些花朵，但你要答应今生以及生生世世都让我做你的妻子。他把这些话非常快速地说出来，说完时差点喘不过气。弥迦不知怎样回应，经过疑惑的沉默，他说，你很与众不同，而且十分坦诚。我初遇见你时，也觉得心里有点特别的感觉，可是我正寻求解脱之道，如果我成了婚，修道的时机成熟时，我便难免有所障碍。女子答道，你如果答应娶我为妻，我便立愿当你修道时机成熟时，一定不会妨碍你离去，相反，我更会尽力成就你的道业。弥迦很高兴地接纳他的要求，并且与他一起去找燃灯佛大师。人群的挤拥使他们没法看到前面，但单是看到大师一眼，便足以使弥迦相信他是彻悟的教者。弥迦万分喜悦，并发愿自己也有一天要达到开悟。他设法行尽大师以能献上莲花，
但人群实在太汹涌，他没法移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唯有把莲花向着燃灯佛的方向抛去，说也神奇，那些花却刚好落在大师的臂上。弥迦庆幸自己的诚心有感应，而那女子亦请弥迦替他把他的莲花抛去，他的2朵花也同样落在大师的手上。燃灯佛大声呼问谁把莲花抛来，并请他们出来。于是群众让弥迦和那女子上前，弥迦和女子手牵手向燃灯佛鞠躬礼敬。大师望着弥迦说道：我看到你心里的真诚，也知道你有决心修道，以达至开悟来拯救众生。别担心，终有一天在你的未来世，你是会如愿以偿的。跟着燃灯佛又望向跪在弥迦身旁的女子，对她说：你将会是弥迦今生及所有未来生的知己，谨记你的愿言，你要帮助他达到他的愿望。弥迦和女子都被大师所说的话深深感动，他们开始勤修教者燃灯佛教导的解脱之道。孩子们，在那一生和接下来的多生多世，弥迦和那女子都成为夫妇。当丈夫要离开往寻精神之大道，他的妻子便竭尽所能去帮助他，她从来没有妨碍丈夫，因为如此，她的丈夫也对她感激不尽。最后，她真的成就大觉者，一如燃灯佛多世前所预知。孩子们，名和利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，名利消逝得很快，了解和爱才是世上最宝贵的。如果你们对事物有深切的了解并去爱，你们便会领略到快乐，因为有了解和爱。弥迦和他的妻子多世中都共享着幸福快乐，有了解和爱，一切都能成就。耶输陀罗合掌向佛陀鞠躬，他被感动得流下泪来。他知道这故事虽然是说给孩子们听，但佛陀其实是特别说给他听的，这是向他道谢的方法。王后望着耶输陀罗，他也明白佛陀说这故事的意思。他把手放到媳妇肩膀上，告诉小童：你们知道弥迦在这生是谁吗？他就是佛陀，就在这一生，他成就了正觉。但你们又知道谁是弥迦今生的妻子吗？她就是你们都已熟悉的耶输陀罗了。也是有赖她对丈夫的了解，悉达多太子才能追随她的大道而正的醒觉。我们应该多谢耶输陀罗。名和利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，了解和爱才是世上最宝贵的。有了解和爱，一切都能成就。小孩一向都喜欢耶输陀罗，他们现在转过身来向他鞠躬，以表示对他的敬爱。佛陀也被这情景打动，他站起来，与迦路图离和那仙沙摩罗2位比丘慢慢步回寺院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别忘了分享给他人，点赞也是弘扬善法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